江婉莹咬牙切齿客套道：“则吾君同喜。”一路迎江氏众人上山。蓝曦臣满含歉意道：“我弟弟忘机年少，不经事，此番确有难言之隐，还望江家多担待。他还不经事，少是读书，我可没见过比他更懂事的学生。”江婉莹虽有些怕蓝忘机，却并不怕眼前这位蓝家宗主。不论如何，江宗主今日的成全，曦臣铭记在心。从此以后，蓝江两家同气连枝，共襄盛举，不愧是姑苏蓝氏的长家人，一番话滴水不漏，江婉莹也挑不出个错处。然而等蓝曦臣看到从花轿里出来顶着喜帕的魏无羡，也一时呆住了，设想了无数种可能后，试探地问道：“江宗主还没有告诉他？告诉他什么？”“我只告诉他，我云梦江氏的大门永远为他敞开，只要他愿意，随时可以脱去蓝氏的家纹袍回去。”江婉莹成功反将一军，蓝曦臣只能默默心疼忘机一刻钟，和两姓之好，要上世宗庙。下记后事，蓝忘机一路领着魏无羡击败了蓝氏祠堂的众位先祖，6礼继承，便只差3拜了。魏无羡心道：今天竟出奇的顺利，什么意外都没有，果真是天定良缘吗？爱慕蓝二公子的姑娘能从姑苏排到云梦，怎么也没个来抢婚的。这样想着，拜堂时便果然出了问题。魏无羡双目隐在红绸之下，在大礼已毕，送入洞房时，只听得宾客中高喊出一声且慢。然而蓝忘机甚至一个眼神都没留给堂下的人，只拉着魏无羡回进室。这下魏无羡着急了，忘了伪装声音，问道：“蓝湛，刚刚那位是不是看上你了，来抢婚的啊？”“不是。”无需多想，蓝忘机依旧是一派波澜不惊，心道：分明是来抢你的。回到进室，只剩两人独处了。魏无羡更是心突突跳得飞快，手也紧紧攥住了衣袖，却只听蓝忘机说：“我去就回，不必等我，先睡吧。”魏无羡一个人坐了一会儿，直觉刚刚事情有些不对，但又不好擅自离开，甚至连盖头都不敢取下。他知蓝家素来极重规矩，怕自己犯了忌讳，婚事变得不吉利，只能老老实实的坐在床头。魏无羡这一天都犹如踩在云朵里，有种如坠梦境的不踏实感，但想到蓝忘机又觉十分安心，真不愧是我认识的那个小古板，居然能新婚之夜抛下新嫁娘。蓝忘机回到喜宴，见人群中有些人已起身，颇有些剑拔弩张的气势。蓝曦臣向众人道：“今日忘机大婚，众位远道皆是客，若有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”其中一人身着金星雪浪袍，眉锁朱砂，眼含融雪般的笑意，站出来道：“二哥，不是我们想要与姑苏蓝氏为难，实在是此前多次走访云梦江氏，皆被江宗主以魏无羡不在莲花坞为由挡了回来。阿瑶，究竟是何等的要紧事，一定要此刻找到他？”蓝曦臣问。金光瑶似有难言之隐，犹豫半晌才道：“家兄今自勋命丧那魏无羡之手，父亲让我一定要带他回金陵台。”此言一出，席上一片抽泣之声。蓝忘机冷哼一声：“证据呢？”“并无确切证据，只是当日在穷奇道，包括家兄在内的所有金家修士，皆命丧兄师之手，无一幸免，而抓捕的温氏俘虏却不知所踪。”金光瑶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另有传言，说当时逃走的温氏余孽，近来在夷陵乱葬岗出没，那乱葬岗焉有活人进去过？”金光瑶说完此话，眼神递给身边的人，于是席间瞬间炸开了锅，就是除了魏无羡，还有谁能有那么大的本事，让活人住在乱葬岗上？除了他，还有谁能遇师杀人？射日之争时，我们可是亲眼见到过的，听说了没有？近来在夷陵一带新立了一门宗派，供的是什么无上邪尊夷陵老祖，不修仙道修魔道，说的不会就是魏无羡吧？他还手持上等法器阴虎符，若要与各大家族为敌，我们可如何是好？金光瑶很满意大家的发言，向蓝忘机道：“我知蓝二公子护人心切，只是此去金陵台并非是为问罪，若魏公子与此事毫无干系，我们也正好能还他清白，否则这些传言见有鼎沸之兆，怕也于他不利啊。”孰料蓝忘机依旧不为所动：“我的人
凭什么要交给你？舌灿莲花的金光瑶顿时被噎得说不出话来。蓝曦臣知蓝忘机表面波澜不惊，但心中怒气未平，对席间所有人道：众位仙家可否听我一句？从今日起，魏无羡已是我姑苏蓝氏的人，他是对是错，姑苏蓝氏自会有所定断。又用眼神安抚了在蓝忘机处碰壁的金光瑶道：关于阿瑶今日所述之事，蓝家一定会详查，务必会给蓝灵金氏一个交代。